你们见都没见过什么是从草堆里边长出来的车。你们说它是工业垃圾，它也不是工业垃圾，因为它新车当时是要卖到30多万的。来给你们看看长在垃圾堆里的车，你说这车好歹是奔驰跟比亚迪合作的那一批，是不是？好歹也是30几万的车，现在沦落到这儿了。而且这个车我跟你们说，马上给你们看看啊，这车你知道在这停了几年了吗？所有车都是19年上牌的啊，停到垃圾堆里了，看到没有？最可气、太气人的是什么？膜都没撕，来，膜都没撕，看到没有？这些车怎么就在垃圾堆里了？而且膜都没撕的新车呀，家人们！百万大 V 袁启聪硬刚两大组织，国内不能惹的小粉红和宗教品牌华为，最后以失败告终。微博被禁言，估计后续可能直接耗没了，彻底封杀。起因是这位老车评人在评测华为与北汽合作的新车享界 S9 的时候，他表示在车辆冲坡之后无法保持直线行驶，整个偏向一边。这里放不了影片，从图片可以看出，享界2个后轮几乎已经腾空离地了，整个车身从姿态看接近失控。这还是对标迈巴赫的国产轿车，底盘调教太差，对享界 S9 非常失望。结果就有2个小粉红到同一路段测试，但是没有出现飞坡甩尾的情况。实锤袁启聪故意抹黑享界 S9。随后，享界官方也发出公告表示，博主评测享界 S9 车辆飞坡后无法保持直线行驶，整车偏向一边的结论发布声明，该结论不客观、不严谨，对消费者形成误导，并且给出了具体的后台数据。根据国家监控平台数据，并结合视频画面分析，此次测试评测视频29、14-29、19发生于2024年8月16日12点42分左右，车辆行驶速度63千米每小时。车轮腾空前，电门开度 28.8%， 方向盘向右转动23度，检测到同向力矩 1.96 牛米，随后方向盘向左转动并回正。如果车辆因自身原因导致方向盘转动，方向盘转动方向应与检测力矩方向相反。此次测试中，驾驶员主动干预，人为向右转动方向盘，随后向左修正，导致车辆出现横摆。但是袁启聪对此不服，他表示在小粉红冲坡的时候没有碰方向盘，而且还有刹车的行为。那个司机在飞坡的时候不会握紧方向盘，以防止车身失控的，也没有在冲破的时候踩刹车的。他是被2个小粉红算计了。他在直播中表示自己要硬刚到底，并表示如果享界认为自己是故意抹黑，就去起诉他。还对享界汽车随意提取自己的行车数据表示抗议。话还没掉地上，第2天起床，微博就被禁言了。这就是典型的不解决问题，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。把袁启聪禁言之后，就不会继续让这件事发酵下去，以免造成更大的影响。毕竟是国货之光，中国人自己的迈巴赫。两边如果继续争论，然后有继续重新测试，到时候真把享界 S9 的缺点就变明白了。那这台中国版的迈巴赫还卖不卖了？现在网友的观点也是两边倒，有人就认为，那我必须支持遥遥领先、做诚实的人，以后开车只用智驾，手碰一下方向盘就是对国产品牌的不尊重。也有人表示，比起宗教品牌，我更相信袁启聪。更加细思极恐的是，国家监控平台可以监控每一台的行驶状态，并且能快速调出数据来。你踩了多久电门，方向盘转了多少度等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只要你开的是新能源电车，国家就可以监视到你的一举一动，能调出数据，那么就可以控制车辆的状态了。这样一想，真的后背发凉。喜报，享界底盘最大问题已处理，我们花粉再一次赢得的胜利。夸 M9， 那你是良心媒体 ；S9 你批评产品算什么正义？我有一计，祸水引向小米。不过轿跑速7和行政 S9 两者有什么竞争关系？第二季，看看车评人有没有黑料老底。
没有，那就扣帽子饱和攻击，飞不了坡，我还飞不了你。就算你说我智驾座舱牛逼，但是你有其他一点问题，不行，那我就得重拳出击。别争了，华为出品就是第一，奔驰、宝马、奥迪又算什么垃圾？花粉安心的买上几笔，兄弟们，想借 S9 到底有没有问题？对骂已经开始，但是想借的摇摇车底盘的名声已经在外了。华为宗教品牌又一次加深了人们的印象。有人就表示，为什么我那么讨厌宗教品牌？放眼全球，有哪个车企敢保证自己的车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？那些百年车企迭代了5代8代的车型，他们的车不会出问题吗？也会出问题。网上骂大众、骂丰田的多如牛毛，反观某些品牌，你甚至连温柔的意见都不敢提，你只要敢说，你就是车黑。不仅会有一帮人骂你，甚至品牌方的法务也会直接 diss 你。大众丰田没有说自己是国货之光，也没有老百姓买大众，买丰田就等于爱国，人家靠的是产品力，将车卖到了全世界，成为全球顶级的车企。企业的格局不局限于某个国家，而是放眼全球市场。再看看国内汽车圈的新闻头条，天天不是车企大佬的相互内涵，就是某品牌法务又 diss 了为车评人，一帮吃瓜群众，你骂过去我骂过来，整个车圈乌烟瘴气。有网友表示，不得不承认，我后悔了，当初就是死活不听劝，贷款买了这台红旗电车。据说有70%买电车的人都后悔了，30%是网约车司机。我是在23年11月份的时候买了这辆红旗 QM5，当时也是非常火爆的一款车型。当时朋友都劝我说不让我买电车，说让我买一辆油车或者是混动车。当初也是看好了电动车的未来发展趋势。我之前一直都是在南方工作，就看着满道的电动车，因为我家是在北方的嘛。回来之后我就果断买了下来。现在想想啊，真的是后悔死了。通过这1年的时间开这个车的反馈，我总结了几条足够让你后悔买这电车的原因。第一就是续航差，这个续航里程啊，就是仅供参考，表显续航和现实真的是差距太大了。表显里程如果是500公里的话，实际上开着也就是400公里左右，尤其是跑高速的时候，那电量掉的真是特别快，再加上开空调，那电量基本上连总里程的一半都跑不到。夏天还好一点，但是一到冬天呢，基本上就能开不到100公里，因为我们家是东北的，冬天比较冷，电池衰减还比较严重，平时家里用还好一点，能开个几天。我朋友是开网约车的，也是这款车型，他说基本上每天都要换电或者是充电。第二就是我是一个平时坐车都不会晕车的人，开车这台车竟然给我开晕车了，开时间久了就会找地方停下来，我就得下车缓一会儿，那感觉真是太难受了，那就更不用想坐车人得有多难受了。我现在根本就不敢开这个车拉我家老人。那第三呢，就是电车这个自燃率啊，真的是特别高，比燃油车要高出好多倍，甚至有的车跑着跑着就会自燃。电车的这个电池因为是安装在车的底盘嘛，如果发生碰撞或者磕到底盘了，都会有概率出现自燃。虽然说自燃的几率比较小，那真的是犯不着拿着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来赌。然后第四，本以为买这个电车成本能节省不少，能省去加油和做保养的费用，可又谁成想买这个车，我是花了13万块钱，可是现在开没到1年的时间就折损了5、6万了。现在新车才8万块钱，而且保险还比油车贵，大概30%。再一个就是电车的维修费用还比较高，修车和换件的费用都比同价位的油车还要贵。即便是这样，现在中国有一个省已经宣布将在2030年全面禁售燃油车，只能卖新能源电车了。这几天海南的一纸公告，确定2030年就要跟燃油车说拜拜，震惊了整个汽车圈呢。根据海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，除了特殊用途之外，全省公共服务领域、社会运营领域车辆全面实现清洁能源化，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新能源汽车占比达到100%。更重要的，没过几天又出台了一个更加重磅的消息，燃油车的天彻底塌了。最新消息，那他妈燃油车不完了吗？兄弟们，燃油车即将彻底完蛋了，这个是纯废了，兄弟们。按照国家要求，如果整车质量小于 1.09 吨，能耗必须得达到 2.57升每100公里，整备质量大于 2.51 吨的，就相当于奔驰大 G， 那它的油耗就得达到 4.7 升，这不闹呢吗？兄弟们，你们能看见的哈弗 H6 什么星越 L， 这么说你就明白了，它的油耗得达到 3.2 升，这个东西好像是达不到。你让一个100斤的女性一天吃1碗饭可以，但是你让一个200斤的大胖子你一天吃1碗饭，那谁能受得了啊？达不到就得
花钱买分儿。如果不买分儿的话，你就得造电车。你不造电车不好使，以后的趋势，咱们的政策就是你得给我造电车，你光造油车不好使了，就是得哐造电车。你的电车销售比得综合超出这个碳排放，就是尾气排放。尾气排放你得有电车给它综合一下，能明白不，兄弟们？这么说就懂了吧？不能让你的尾气排放再继续超标下去了。以后燃油车完了，现在的燃油车就是彻底崩盘状态。记不记得军儿哥的一句话？我觉得还得顺势。什么叫顺势而为？就是燃油车的大势已去了，以后的时代就是电车了。激光雷达在2年前特别火，但是现在激光雷达都过时了，就根本就不用激光雷达了。中国环保看海南，2025年就全面禁售燃油车了。反正南方快，北方估计还能挺个3年5年，3年5年还是没啥问题的。但是燃油车的天彻底塌了，就这个燃油车的时代就马上过去了。再见。具体情况是一条关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征求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等4项强制国家标准意见的信息刷屏了。这个话题引发了广泛讨论，尤其是一些二手车商和媒体，他们声称新标准将导致燃油车大幅涨价。事实上，这些言论有些过于夸张，让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，来看看这项新标准的真正影响。首先，这项标准预计将于2026年1月1日开始实施，这意味着我们还有16个月的缓冲期。在这期间，新标准的适用范围将与现行标准一致，不包括自重超过3500公斤的 M1 类型车辆。相比现行标准，燃料消耗限值将更加严格，低质量拐点从750公斤调整到1090公斤，但自动挡车型和3排座车型的放宽要求将继续保留。值得注意的是，2021年实施的乘用车燃料消耗限值标准已经对750公斤以下的 A0 级小型车产生了影响，许多此类车型因无法满足标准而停产。这次的调整主要针对 1.09 吨以上的车型，包括插电式混动车和轻混车。新标准有通用的计算公式，分别针对手动挡和自动挡车型。举例来说，1090公斤到2510公斤之间的手动挡车型，如捷达 VS5 和50星辰，仍然可以满足新标准的油耗限制。而对于自动挡的紧凑型 SUV， 如哈弗 H6、长安 CS75 和星越 L， 这些车型的现有综合油耗也都在新标准的限制范围内。至于中大型 SUV 和硬派越野车，例如坦克300和奔驰 G， 新标准对他们的要求也相对严格。以坦克300为例，它的综合油耗目前为 9.9 升，而新标准的要求是 10.06 升以内，因此它也能满足新标准。然而，像奔驰 G 这样自重超过 2.5 吨的超豪华车型，可能就无法达到新标准要求。比如目前奔驰 G 的油耗是 12.62 升，而新标准要求的是 10.08 升以内。总的来说，这项新标准对手动挡车型和超豪华车型的影响较大，而对普通的终端车型影响不大。许多媒体所谓的燃油车大面积停产或大幅涨价的言论，实际上是在制造恐慌，可能是因为担心二手车卖不出去。新标准的实施会导致市场上手动挡车型的逐步消失，尤其是 1.5 升到 1.6 升排量的车型。这些车企在政策执行之前必须尽快出售库存车辆，否则生产成本会大幅提高。此外，对于100万级以上的豪华车而言，新标准的影响相对较小，因为积分的成本在整个车价中占比不高。小米速七到底有多硬核？您听过限时3分钟吗？您见过有自己想法的车机吗？当然，我觉得最硬核的还是后面出现的它的客服。这样，刚才说错了。怎么会说错啊？我有粉丝小米速七 Pro 第一批车主，一起来听听他的经历。我在高架上自驾 NOA 了，就开始往墙上开。我如果不抢方向盘的话，就撞了，80码撞上去，车都要飞。您开了智驾系统，它往墙上偏，开启了 NOA 80公里巡航，这个没有问题。您所反映的是真实的，正常行驶。这个 NOA 为什么变成 LCC 了？而且它都没有提醒，直接变。目前为止，小米没有给你相关的回馈是吗？我找他们管家，他们也承认向墙上靠。退出智驾有没有相关的声音提醒？没有，都没有是吗？对。江苏淮安的高架。高架对。
这个市政啊，您得向市政反映一下这件事儿。前视摄像头和左视摄像头就主要的这两个，这个路它中间的隔离带突然向左走了20公分左右，它这个白线突然之间是断掉的，左视这点更加明显。您看这个路线是完全断开的一个状态。目前车辆的 NOA、LCC 都是根据着路标往前判断的，小米也是这样的，小米也是多目摄像头、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之间的判断。所以当路上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后，它来不及反应，也就是无论给您小米或者其他品牌的车辆在这样的一个路况之后，都可能遇到您所说的情况。这是目前我能向您去分析的，我不知道小米厂家怎么跟您所说的。小米厂家回复我的话特别的敷衍，他就说我没有在3分钟之内上传他们的日志，所以说不好解决这个问题。你没有上传日志不好解决？对，你作为车主凭什么要上传日志？日志是啥意思？就是说他这个自驾键这个上面按3秒钟，他会有个上传日志，发生这件事3分钟之内把这个日志上传了，才能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。还有这种说法呢？蒋人表示自己并不清楚小米有这样的规定，我直播间问了几位车主，也都表示没听过。那么您了解吗？后面蒋先生还讲述了另外一个怪事。而且我今天在看我这个行车记录啊，我昨天的视频都没有了，就是出问题这一段视频没有了。您的行车记录仪，这个是什么时候拍的？昨天下午。您自己没有对这台车子的行车记录仪的文件进行相关的操作吗？我一直设置了全部保存，但是现在没有了。我拍给你看。从昨天发生这件事到现在为止，您开了非常长距离吗？也不算长距离吧。多长距离？你告诉我，我怕覆盖。没有，我这个不会覆盖的，我这个是买的 ETB 这个不会覆盖的。您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，厂家没有什么技术能够删除的，最起码现在我已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厂家没有这个后门的通道。昨天那个工程模式进入到我车里面，然后我今天我就找不到。昨天谁工程模式进入到你车里面？小米这个客服叫我在 APP 上同意一下这个工程模式，就是小米的人帮助您去。你不是说3分钟之内不上传日志解决不了吗？现在怎么就帮您去读取工程？昨天我找他们，他就是在 APP 里面给我发了一个链接，叫我点一下就可以的。读取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？这个他没有说。我的习惯看证据，比如蒋先生当时还有一个更严重的说法，我当场给拒绝了。前段时间在高速上自驾下高速的时候，直接停在分岔口，但是上次我没有录 NOA、LCC 全部关闭。它也会刹停吗？它就是慢慢的停。是您触碰了某个按键退出了这个支架系统吗？我没有。您当时的行车记录仪却没有保留是吗？对。我很难采纳您现在的这个说法，因为你没有。还有这个小米它这个空调啊，它就是最大风，怎么关都关不掉。小爱同学，我在。关闭空调。空调关了。车主说我很冷，空调说不，你不冷。我的分析毕竟不专业，那为啥退出 NOA 空调又是啥情况？带着小米厂家核对一下。而接下来，我认为目前小米最大的短板上线了。小米汽车使用客服中心，请您对我的服务进行评价。等会儿表满意请按1，满意请按2，不满意请按3。您跟他确认。您现在告诉我一下这个情况，您当时拨打了这个小米400客服。好，您跟他说一下，稍等一下，接进直播间。然后他让我对他进行评价，然后就把电话挂了。啥情况啊？听到我的声音怎么着？不用通话，直奔主题。反正到最后我们是挂电话。人生就像打电话，不是400-888。您听完以后直接放到我们直播室里面来，我要听他前面的通话介绍。您好，欢迎致电小米汽车线上服务中心。投诉与建议请按0，重听请按井号键。你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，请问我们可以帮您。后续明天更新，放心，不会烂尾。小米客服后续的操作会让人更加的瞠目结舌。谢谢您看到这里，麻烦点赞订阅一下。恭喜啊！谢谢小李。我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，来自德清山区，家里面刚通上电，我就想到了要来比亚迪买一辆充电的车，我总算有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车，感谢国家让我实现这个电车的梦，感谢国家给我村庄充上了电，谢谢，谢谢啊。